老师，走过当年您走过的路，经历当年您经历的事，方才知晓您的不易。您说过，修炼之路无尽无绝，唯有心中有火，方能照亮前行的道路。怎么样？今天弟子没有丢您的脸吧？对了，这些年您的故友从没忘记过您，他们都很想你，我也很想你。丹药之间，以灵为尊。老夫在此宣布，本次丹会的冠军是萧炎。看着吧，看着吧，那是我兄弟。看你就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萧炎，作为冠军，你已经拥有了成为丹塔巨头候选人的资格，还有这卷冠军奖品，传自太古的灵魂修炼之法——太一魂诀。多谢会长。2日后便是星域开启之时，此刻广场中的丹会前10者，到时皆有机会进入其中，降服3000焰炎火。总算能见到这传说中的不死异火了。会长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玄一会长，你可以叫他一声玄一。他与你老师之间的关系可不浅。你这家伙胡扯什么呢？这么大反应，难道他和老师之间？萧炎见过玄一。这位是天雷子会长。这次的丹会多亏有你。言归正传吧，后天你们即将进入的星域，是我3人联手撕裂的一处空间，而3000焰炎火就被封印在里面。我们担心魂殿若是收服不成，定会破坏封印。然而星域开启时，我们3人必须维持星域的封印，无法进入其中，所以召你们前来。我是希望你们能够配合长老，尽可能阻止木谷做出一些出格的事。若其真有毁灭封印的举动，你们立刻捏碎此珠，到时丹塔中的强者会迅速进入星域援助你们。丹塔存亡就靠你们了。安全起见，从今天起，萧炎你便安心住在丹塔之中吧。多谢3位会长。哇，这丹塔还真是气派啊！就是不知道好吃的丹药藏在哪里。你们怎么过来了？我还准备托人给你们带谢。当然是来找你要丹药的，顺便帮你收服3000焰炎火。没有我的帮助，我敢保证绝对没戏。哼！怎么说？现在的3000焰炎火，连丹塔3巨头拿他都没办法，难道你还要像内院的陨落心炎那般强行收服？那你有什么好办法？我当然有办法啦，不过你得先答应我，以后每天都要拿熊战的药材炼制丹药给我吃。唉，你这小丫头果然3句话不离丹药。熊战的那批药材，我会尽快炼制成丹药的。这些丹药你先吃着。你干嘛？快给我！快给我！快给我！小丫头，那3000焰炎火，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我听小医仙姐姐说，你曾经闯过星域，你看到的3000焰炎火，应该就是这个模样吧？这简直是缩小版的3000焰炎火。这次我回族里特意打听了3000焰炎火，那可是已经生出灵智的异火，
根本不可能屈服于人。另外，你知道3000焰炎火为何会是我族的星体吗？因为这3000焰炎火是我族豢养的。你说什么？3000焰炎火还只是幼苗的时候，就被我族一位前辈发现了。那位前辈曾经在3000焰炎火体内留下了一道龙印，这也是为什么它本体是我族外形的原因。那3000焰炎火怎么会被丹塔封印在星域呢？那位前辈失踪后，3000焰炎火辗转多年才被丹塔封印。至于细节，我就不知道了。3000焰炎火原来是有主之物，那岂不是没有收复它的机会了？谁说没有机会啦？我给你也种一个龙印，不就行了？这可是我从族中偷偷带出来的古龙血，把手伸出来。偷偷带出来？哎，放心吧，他们可不敢找我麻烦。有了龙印，就能收服3000焰炎火了。哪有那么简单啊？这个你拿着。进入星域后，想办法将剩余的血涂在3000焰炎火额头上，然后其体内隐藏的龙印便会被激活。不过，我劝你还是等那家伙精力耗尽时再动手，这样成功的几率会大很多。万一失败了呢？那个龙印是相对的，如果你失败了，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控制你呢？这失败的后果这么严重，萧炎，你不能冒这个险。不这么做，根本没办法收服3000焰炎火。不过你放心，你这个龙印的级别可比3000焰炎火身上那个高级多了。只要时机适当，你肯定能够将它收服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只要有一丝机会，我也要尝试。放心吧，我知道分寸。既然万里迢迢赶来中州，那就绝不能空手而归。正当萧炎面对木古的追杀之时，紫妍带领8阶魔兽远古龙雄熊战及时赶到。木古为了保留实力，争夺丹会冠军，并不想与熊战鱼死网破，因此退出战斗。在熊战的洞府中，萧炎集齐了丹会第2关所需的所有药材，并成功调制出地心魂髓。最终顺利晋级8品炼药师的萧炎，准备以全新的面貌面对最后一关的挑战。婴儿，那天在万药山脉，我也是逼不得已。宋师兄无需自责，那种情况留下来也只能是送死，言儿又怎会怪你？有请通过前2轮测试的选手们登场。真不知道谁能夺得这届丹会的冠军啊！想必冠军也是从5大家族中产生。我看好丹家的丹晨，这个姑娘平时虽然低调，但听说已经触及到魂境了。而且还有吸收别人灵魂力量的异能。你们说什么呢？曹颖可是连续多年的冠军，那可不是轻易能被超越的水平啊！
那萧炎也不容小觑啊！听说他在本届5大家族考核中创了不少记录，估计能成为今年最大的黑马。谁知道呢？肯定有好戏看喽！好运的小子！恭喜各位通过第2关的筛选，来到丹会的最后一关——炼丹比试。这一关没有规矩，我们会以成功炼制的丹药品级和质量决出前10的名额，还有最终的冠军。荣耀将会在你们之中诞生。加油，萧炎兄弟！升顶，炼丹。生不溶血丹为7品顶峰丹药，并且只有将其提升至8品，才能发挥最大的注意。这是复活老师的希望，绝不能有任何闪失。这火焰的气势好强啊！这难道是异火？血妖焰火。不错，这血妖焰火虽说是人造火焰，但凝成极其不易。没有1000头火属性魔兽的血液，不可能有这种威能。曹家还真是财大气粗啊！这种火焰也拿得出手。可恶，又是那魂殿尊了！这是异火！居然是异火榜上排名第15的海心叶。魂殿什么时候出现了这等人物？看样子应该不是什么等闲之辈，还有异火加持，莫非是我们担心的那些家伙？看来我们要打起12分精神了。这也是异火！又让这家伙装到了。看萧炎的异火，似乎不在异火榜之列。已知的异火榜中，似乎也没有此等碧绿火焰，难不成是融合异火？如果真是这样，萧炎这小家伙还真有可能重现药尘当年的辉煌。异火再好有什么用？炼药的精髓，可不单单靠火焰。萧炎的速度还真快，看来已经成功融合第1部分主药材了。这3味主药材极其难学，必须谨慎对待。
屁股都坐麻了，好不容易从丹界出来，都没时间去潇洒一番，就在这儿坐了半个月。这丹会啥时候能结束啊？这些丹药一定都很好吃吧？要不是在比赛，我肯定要大吃一顿。哼，都怪你！那些药材太难吃了，害我都没吃饱。丹雷，有7瓶丹药出事了。真不愧是丹会，参赛者的平均水平居然那么高。不愧是丹塔，还好有这引雷装置，否则就这丹雷，可够这些炼药师们喝上一壶的了。这丹雷对你们来说稀奇，但对丹塔来说，那还不是司空见惯的事。7品初级，6品顶峰，7品中级，这些人单拎一个出来，都是能威震四方的角色了吧？真不知道谁才会是丹会最后的赢家。看，是宋清，他成丹了，成丹了。7品顶峰丹药，比先前那些丹药品质更好。成功了！怎么可能？是8品丹药。这丹家的丫头果然天赋不凡，居然炼制出了8品丹药，还引动了2色雷云。虽说8品与7品只有1品之隔，但却是天地之差。雷云的颜色越多，丹药的品质越高。丹晨不愧是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。丹晨妹妹，这些年你果然进步了许多。不过，我可不会轻易认输哦。今日必要让你看看我多年来在丹塔苦修的成果。起丹！曹颖也引动了2色雷云，不对，当中还夹杂着1丝红色，居然是3色丹雷，这就是曹家的水平吗？太精彩了，不愧是我的女神！我还是远远不如颖儿。曹家妖女果然名不虚传，就看萧炎萧友了。最后一步了。这种剧烈的能量波动，应该也是8品丹药，就是不知道萧炎他能引出几色雷云。这家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凝聚出3色雷云？这就是他真正的实力吗？萧炎的3色丹雷看来更胜一筹呢。玄公子，你又输了。不愧是药尘。朋友们，那是我兄弟。接下来就差那老混蛋了。看来药尘精心培育的弟子也不过如此罢了。
3色了，竟然也是3色丹雷！不好意思了，玄公子，看来这一届的丹会冠军只能属于我魂殿了。木谷，让他再继续下去，恐怕丹会冠军就要落入魂殿之手。快看，又有一个出现了！难道看到了4色丹雷？而且这人居然是魂殿的！绝不能让魂殿夺了这丹会冠军！你这是做什么？真让魂殿夺了冠，我丹塔多年累积的声誉必将毁于一旦。倘若此刻贸然将他击杀，魂殿定会借机挑起与丹塔的大战。现在的丹塔还不能这么做，难道你不清楚吗？萧远的丹雷还没有凝聚完，看看还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吧。如今丹药已成，萧炎大哥还能逆转局面吗？唉，如今的时间可不够他再次炼制品质更高的丹药了。我相信他可以。我也相信。萧炎加油！不到最后关头不要放弃，打得木谷老东西屁滚尿流！哎，老师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在成品丹药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品质呢？臭小子，问这个干嘛？没什么，好奇嘛。算你问对人了。办法是有，大便是为师自创的生灵之术，不过需要达到8品炼药师方可施展。八品炼药师？老师，能不能先给我展示一下？过2天再说吧。啊，别啊，老师，就现在吧。老师，走过当年您走过的路，经历当年您经历的事，方才知晓您的不易。您说过，修炼之路无尽无绝，唯有心中有火，方能照亮前行的道路。怎么样？今天弟子没有丢您的脸吧？对了，这些年您的故友从没忘记过您，他们都很想你，我也很想你。丹药之间，以灵为尊。老夫在此宣布，本次丹会的冠军是萧炎。看着没，看着没，那是我兄弟。看你就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萧炎，作为冠军，你已经拥有了成为丹塔巨头候选人的资格，还有这卷冠军奖品，传自太古的灵魂修炼之法——太一魂诀。多谢会长。 2日后便是星域开启之时，此刻广场中的丹会前10者，到时皆有机会进入其中，降服3000焰炎火。总算能见到这传说中的不死异火了。
会长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玄一会长，你可以叫他一声玄一。他与你老师之间的关系可不浅。你这家伙胡扯什么呢？这么大反应，难道他和老师之间？萧炎见过玄一。这位是天雷子会长。这次的丹会多亏有你。言归正传吧，后天你们即将进入的星域，是我三人联手撕裂的一处空间，而3000焰炎火就被封印在里面。我们担心魂殿若是收服不成，定会破坏封印。然而星域开启时，我们三人必须维持星域的封印，无法进入其中，所以找你们前来。我是希望你们能够配合长老，尽可能阻止木谷做出一些出格的事。若其真有毁灭封印的举动，你们立刻捏碎此珠，到时丹塔中的强者会迅速进入星域援助你们。丹塔存亡就靠你们了。安全起见，从今天起，萧炎你便安心住在丹塔之中吧。多谢3位会长。哇，这丹塔还真是气派啊！就是不知道好吃的丹药藏在哪里。你们怎么过来了？我还准备托人给你们带信。当然是来找你要丹药的，顺便帮你收服3000焰炎火。没有我的帮助，我敢保证绝对没戏。哼！怎么说？现在的3000焰炎火，连丹塔3巨头拿他都没办法。难道你还要像内院的陨落心炎那般强行收服？那你有什么好办法？我当然有办法啦，不过你得先答应我，以后每天都要拿熊战的药材炼制丹药给我吃。唉，你这小丫头果然3句话不离丹药。熊战的那批药材，我会尽快炼制成丹药的。那，这些丹药你先吃着。你干嘛？快给我！快给我！快给我！小丫头，那3000焰炎火，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我听小医仙姐姐说，你曾经闯过星域，你看到的3000焰炎火，应该就是这个模样吧？这简直是缩小版的3000焰炎火。这次我回族里特意打听了3000焰炎火，那可是已经生出灵智的异火，根本不可能屈服于人。另外，你知道3000焰炎火为何会是我族的星体吗？因为这3000焰炎火是我族豢养的。你说什么？3000焰炎火还只是幼苗的时候，就被我族一位前辈发现了。那位前辈曾经在3000焰炎火体内留下了一道龙印，这也是为什么它本体是我族外形的原因。那3000焰炎火怎么会被丹塔封印在星域呢？那位前辈失踪后，3000焰炎火辗转多年才被丹塔封印。至于细节，我就不知道了。3000焰炎火原来是有主之物，那岂不是没有收复它的机会了？谁说没有机会啦？我给你也种一个龙印，不就行了？嘿，这可是我从族中偷偷带出来的古龙血，把手伸出来。偷偷带出来？哎，放心吧，他们可不敢找我麻烦。有了龙印，就能收服3000焰炎火了。哪有那么简单啊？这个你拿着。进入星域后，想办法将剩余的血涂在3000焰炎火额头上，然后其体内隐藏的龙印便会被激活。不过，我劝你还是等那家伙精力耗尽时再动手，这样成功的几率会大很多。万一失败了呢？那个，龙印是相对的。如果你失败了，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控制你呢？
这失败的后果这么严重，萧炎，你不能冒这个险。不这么做，根本没办法收服3000焰炎火。不过你放心，你这个龙鹰的级别可比3000焰炎火身上那个高级多了。只要时机适当，你肯定能够将它收服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只要有一丝机会，我也要尝试。放心吧，我知道分寸。既然万里迢迢赶来中州，那就绝不能空手而归。萧炎，别说是你这小辈，就算是药尘的老混蛋来了，本尊也不会将他放在眼里。木谷，你还不配我老师出手。